对，我们进来看看啊，先看看那个。这一家是吧？这不是，这不是我们家。啊，你把孩子带好啊。好。现在今天人少了，我们就想抽风嘛，就是今年应该都走了，是吧？哎，对，所以我们想到我们就过来看看。咱这几天挺热闹的吧，家里？这几天啊，都订满了，订满了哈。我还没给铺，还没有来得及收拾呢。是早上昨天住那，我都都拆下来去洗了。啊，就去洗。啊，今天晚上呢还没铺。还没铺。啊，就铺了2个房间。咱还是有白单子有红单子。这都带着卫生间了是吧？那像这个的话，你说住宿是吧？啊，这是炕啊。啊，是炕。你像现在咱这就是说，平时住4个人也是248，这几天过节都是248，但是从今天开始起，这2个人就优惠到158，3个人优惠到188。可以。你看，要是你要是说你孩子大了，你住这个房间比较适合。是，孩子大了还给你调孩子是大人了。舒服一点，行。你像这边我也是没铺，你看好了，我现在就给你铺。咱们就这个合适啊，你看你，喊这一个炕，你这个炕，我还是这样收费的。行，好的。咱这么远来了，肯定都得让舒服一点。对。然后这就是我们住的这个房间，这个房间啊，在这个地坑院的坐标上来说，它是属于叫上房。然后我们现在进去看一下啊。大帘儿进来，你看这个很适合我们，是一个类似于像家庭房一样的一个窑洞，这装修的也不错啊。这个是一个大炕，一个小炕，然后进来之后呢，这有这个是入门的位置，这呢还有一个小桌子。然后2把藤椅，然后宽度的话大概有3米多，因为床是长度是2米嘛。它这冬天也可以住，我发现为什么？但是我没有问哈，它烧的是土暖气呢，还是什么？不知道啊，待会儿可以问一下。这个设施来说，跟一般的宾馆也没有什么区别看一下啊，这个房子好在哪儿呢？一般的这个地坑院它都是不带卫生间的，但是这边呢，它是为了这个营业的需要哈，它是给做了一个卫生间。看着也很干净，有燃气热水器可以洗澡，然后有坐便，然后呢，你看这边也有通风换气的这个设施哈。这个是从里往外看，这个房间是这个样子的。来，我帮你搭把手。没事。因为我不太知道这个该怎么弄，所以刚才我就看着您弄，我就大概地知道。我说，咱这房间就是我这，把它就是被罩什么都罩好，这个床单来了铺都跟得上。但是昨天晚上呢，我不是就早上把它洗的。刚才下雨了，我把它收了。是，昨天这下雨了吗？不是今天。今天下的。早上它丢了几星。我们来的路上一路在下雨。一路在下雨。对。这今天、明天、后天这连着4天都是雨。是啊。哎呀，这个下雨就下吧，反正我们
咱这房间里边这有这个集成墙板，它不潮。不潮哈。对，这是墙板。它以前我这没墙板的话，它就反潮。但是我这个安上好以后，特别的好。真的挺好。您这也是，哎呀，下了不少功夫哈。你们好。到了北京旅行的朋友，一定都会去逛逛北京的胡同，看看北京的四合院。那么到了陕州这个地方呢，我想您一定不会错过这边的地坑院，也称为地下四合院。那么昨天呢，我们来到陕州这个地方，到了曲村，来入住了高大姐他们家的地坑院民宿。我们昨天入住了一晚，感觉住的也很舒适。但是呢，对于地坑院，我们仍然还有很多的疑问，想要了解一下，所以我们请高大姐来帮我们解答一下我们的疑问，好吗？我把我的手机静音一下，要不它打断。好。其实对于这个四合院，我们最大的一个疑问就是说，它怎么解决它的这个雨水的问题？就是因为2021年的时候，在郑州那边发生了很大的那个雨水的灾害。那么咱们这边离那边不太远，那么这边像如果下大雨的话，这个排水是怎么解决的？首先在建院子的时候，每一个院子都有一个渗井。这个渗井就是专门收这个地坑院院心那个雨水下来，它就靠渗井就渗到地下，回归自然了。每一个院子的院心平方大的话，那个渗井就挖得深一点。这个渗井就是像个葫芦形状的，下面宽，上面窄，它里面也都是土质的。那个水通过那个土就渗到地下，回归自然。去年那个郑州发大水，对于咱们这一块来说也下了，但是咱这边的雨水比郑州的要小得多，因为这边就是我们属于是张变乡的，属于是陕州张变乡，这上面就属于是一个平原，这边的土质都是属于那种吸水快的那种土质。它就是下过雨以后，基本上就有个半天到1天的时间，那个水就流走了，就渗走，该渗地下的就都渗透了。也就是说，在历史上来说，您有记忆当中也没有发生过说下了很大的水，这个院子里面的水排不出去的那种情况。有一次就是，应该是在。我的老公是54岁，55岁了。在他这50年的中间，就是他有一次印象就特别深的，就是那是应该是76年那个时间，那是我们都小。当时这个院心的雨水下得特别大，连续下了1个月。这是在他记忆里，虽然是雨水小的话，但是连着下也是那个雨水渗的也是慢的。当时这个院子那个雨水，这个院心的雨水都满了，水就跑到那个就是门口有一个门槛，和那个门槛基本上将近快平了。咱所有院子的院心都是靠着窑门口的高，院心低，它这是抹的，所以说就那一次是最大，但是也没进到房间里面。对于咱家这个就是通过那个以后。咱就把这个院子就改造的，这个渗井的那个井就掏得更深了一点，这个雨水就不怕。咱在20年，这个院子是在13年、16年、20年，经过3次修缮，现在室内也带卫生间了，这生活废水就更多了。咱在这个院子下面挖了一个化废池。它可以经过那个污水泵压的管子抽到地上，咱这就是从现在往后走吧，不管再大的雨，咱这还有个2次处理，就是抽生活废水，同样也可以把院心的雨水抽走。那就太好了。所以说咱这安全，这个设施做到位了。太好了。
那这个院子大概是建于什么年代？在解放前。哦。当时是我老公爷爷在这个地方掏的窑洞。哦，我估计也建了很长时间吧。他当时就是说，把院子就是搞这个方向嘛。他这个地坑院分4个类型的，也是根据我爷爷他是最年长，他的生辰八字看的风水。咱这个院子就是以北为上，叫北坎宅。因为这八卦上有4个方位：南离、北坎、东震、西对，这是4个宅院的一个类型。咱家就属于是北坎，爷爷就住在你看上个院的那个窑洞，他住的窑洞是3个窗户，你看，那是3个窗户，就是年长主人住的窑洞。把这个院子就是定位好以后，开始逐步开始掏其他的窑洞。这个院子当时挖了4年。哦，4年。对，因为那时候比较落后，都是人工掏的，咱只要有力气就可以挖院子。所以说就是农忙了去干地里活，不忙了就掏窑洞。这是历经4年把这个院子的窑洞都掏好了。那您第一次进到这个院子的时候，嫁到这儿的时候，那个窑洞是什么样子的？您还有印象吗？有，咱这个窑洞就是，因为我是嫁到这里，我是这里的媳妇。我老公他们就是这个院子属于是爷爷，他有3个儿子，我的公婆20公30公，有2个姑姑出嫁了，这个产业就归他们3弟兄的。到12年，咱这个所有的陕州地坑院评非物质文化遗产，政府就动员让把它修缮保护。所以当时咱这个院子这一面就是南面的时候，因为中间这个小家庭变大家庭了，3个家庭都儿子娶媳妇了，这就住不下了，就搬到地上了，这一面就塌了。当时南面塌的时候，我的公婆就说把这个院子修一修，因为他在这里面住的时间更长，老一辈的那种传承念想他没丢。他当时想修的时候，我20公和30公不想修，那就只有说你放弃他继承，就是给他们当时是1亩地2万块钱，给我20公30公把他们那一份出钱买到我公婆的名下。这是13年开始修这个院子，当时是我公婆出头修这个院子，当时花了24万。因为在农村他没有什么预算，提前预算，就是我就修呀，修着把他的修到里面了，他就12万是北一飞的贷款。这12万是他自己有借的，有自己的。他那时候就70多岁了，他对这个院子就是说背着这个负债，他就累得慌。我们是在16年，因为13年那个时候到14年，我是乳腺癌，当时在西京医院做手术化疗，我老公带上我去看病，我公婆在这里修院子，我们是同时进行的。他修好了，他开始做生意也做不成，因为年老的思想各方面达不到，他就一直哭。因为12万在农村来说，这都属于一个天文数字，贷款他还不上。到16年，我这身体恢复过来了，我老公就组织家里的他弟兄姊妹4个，家里是2个儿子2个姑娘，就是我的公婆。因为在13年这个产权就归我公婆了嘛，我的老公就让我的2个小姑子说你可以参与进来，因为这个院子修缮花了24万，政府给补贴4万，因为我们3口人，我小叔子3口人公婆达到那个补助条件了，补助了4万2，你还有20万。所以说姑娘你要把这个院子经营权接住的话是20万。当时2个姑娘说这边的传统就是说我们出嫁了不来娘家参与，人家放弃不要。
下来就是我和我的小叔子，当时我老公也不想要。当时我的公婆就是说，那你们处理。我老公就让我的小叔子说，你把这个院子接着，把这个院子里留下，因为我刚看完病，花了几十万，当时也是没钱嘛。我老公说，我小叔子他不愿意接。当时咱这村里就没人，就没游客，没有像现在这么多游客，他也不要。那我和我老公必须得要。当时我们就是看病的外债加上这个院子，就说儿子接这个院子是18万。当时就是这样，我老公通过家庭会议，就是2个姑娘2个儿子，就是这样，你们都可以继承，但是得钱得给父母，条件就是都没钱，3年付清，写了一个字据。后来我小叔子人家放弃，那我没办法，我就是在16年的端午节，就是4月30号我搬进来的，我们2口就搬进来，当时候就是背了18万，加上我的看病，把这个院子接住了以后，我们这里面就是2个炕4张床，1个人收30块，送你早餐。你说那时候赚钱也不赚钱。后来就这样，16年接住了以后，开始慢慢改造，我把房间里面都改造那种大炕，1个人收，就是房间能住4个人收50块钱，一个房间就是200块钱1个人，住5个人了就是每人加50，就这样送你早餐。但是20年疫情了，中间16年到20年中间有好多的4面8方的朋友过来，就给我们说改造带卫生间，我们这边没有，就没有这种先例。20年疫情，我们2个就是正月初5说改造吧，我们就再开始改造，就一改造，3年疫情，一下到今年这疫情放开了，我的媳妇说这5一节了，上个美团携程吧，我们都没上过，因为我做了这么多年没上过，但是每到节日我这房间都住满。后来就说上吧，我是在22号是23号上的美团携程注册嘛。今年这5一节就特别的省心，不用说是打电话接电话，直接人家美团一订，到时候我来了带房间，这就省心多了。太好了。那高大姐，我问一下，您在这里也住了很多年了，那么就是我不知道您有没有住过这个地上院或者是楼房？住过。那么和咱们的地坑院相比较，咱们的地坑院有什么优点，有什么缺点？这个就是你看我在县城上班的，我那是楼房。那楼房里面首先是一套有3室2厅、2室2厅的，首先厨房、卫生间。卧室、客厅、餐厅，这个就飞得很合适、合理。所以说我回到这里的时候，就是在16年，我们对这个地坑院也是最开始不习惯，但是在冬天、夏天、春天和秋天就不说，那个温度是刚刚好，尤其是夏天，这窑洞里面它潮湿。这是每个窑洞都必须的，因为它往地下压，它这种自然压力，它湿度达不到。但是夏天它凉快，所以说它夏天潮湿，冬天它外界的大空气冷，我们这海拔比县城高750米，所以说外界也冷，室内温度还是我们穿厚一点还可以。你说你们来外罩一脱，穿个保暖衣还是冷。但是比地上来说，温度比他们要好一些。夏天比刚上面凉快，不要空调。冬天了也不要暖气。但是它还是有弊端的。就是说一个潮湿没法改变。另外冬天这个没有你们县城里面那个暖气，房间里暖和。所以说我就把这2个不好的弊端就改进了。咱现在在20年第3次修缮的时候，把室内装修卫生间，把那个墙上装修的那个叫集成墙板，它首先隔音，另外它就是说除潮，冬天还保温，
所以说我现在这窑洞比地上美得多，它也冬暖也夏凉，并且住到里面，就是我这换的这些防盗门，不好看，但是隔音，这就是我把那个几个不好的弊端，通过这几年的自己的亲身体验，都改进了。太好了，所以我们住着也是很舒服，尤其昨天晚上虽然有点凉，但是咱那个像类似于像那个对。咱炕上的那个是叫集成，那个叫碳晶电热板，这也是咱东北雪乡的一个朋友来这里住了，他就给我们推荐说，我们东北下雪都是用那个集成不是碳晶电热板，那个你不管1年4季，你需要的话就可以开，不需要的话它有一个空位器你就关了。我们就是也是在20年把它加上了。虽然说冬天有暖气，这个房间里暖和，但是到像春天、秋天这个2个时间段，它每1年有4个月是过渡期。你像春天的时候，它是外面热，慢慢往里面转换叫凉的，但是那个时候暖气就不能烧了，就靠这个电热板可以加热。尤其是司机师傅开了1天的车，把那个开起来以后，它也慢慢热了，它落着这个腰，对脊椎也挺舒服的。所以我把这个改进上，他们都说好。是，我们也觉得特别舒服。像咱们村子里面，现在现存的这种地坑院还多吗？大约有多少？我们村子最早是180个地坑院，就是地上就没有一个房间。但是在就是58年到60几年那个时间段，它就有一个过渡期，就是政府就不再批宅基院为地坑院了，它就变成地上的院子了。就是说，地上给你分一个宅基地是3分，它节约了嘛。这好多人就在地上开始盖房子了，在地上一盖房子了以后，也是一种有钱人的象征，这人就开始慢慢的都搬到地上了。所以说这地坑院180个，有好多搬上的不住，它时间长了它也就塌了。因为这所有的院子有人住有人气，没人住没人气。所以说现在我们村子里保证完整的地坑院还有105个，去年是130个。但是有好多就是去年因为那个郑州那个雨水，他没人住，他就不管理，他就塌了。对。那这105个地坑院里面，现在还住着人的，大约有最起码还要有60%到70%人。他只有一部分的人出来搞这种旅游接待餐饮。还有一部分的人就是人家还是原生态的在里面住，进到窑洞里面有炕，有烧炕，有做饭，窑洞里面熏得黑乎乎的，但是那这就是原来那个原汁原味的那个情况。所以现在政府还是提倡让他们把里面再改造一下。他有的都是孩子出去打工了，家里是老人住的多一点，有的就不想整，所以说这个还是没有充分去利用。哎呀，真是谢谢高大姐给我们解决了我们好多的那个疑问哈，对这个地坑院的这个认识啊，包括它的那个排水的问题啊，包括我们听了您经营这个民宿的这个经历，我本来还想说要单独作为一个问题来问您，就是为什么会把这个居住的这个院子改成民宿？那刚才听您说了之后，才知道当时也是迫不得已。是的，因为我的老公他在这就是姐妹子中他是老大，大哥，在这边的人比较淳朴。首先孝顺父母，这是每个人我们这一块就是必须的，所以当时也是由于这个原因，我们把这个院子接住了。当时我还有大棚，我还有榨油机，还有20亩地，我是以那个为主的，因为我从县城市上班的，回来就特别想种地，就说自己种地啦，
榨点油啦，就是种个大棚啦。我们想吃什么就自己去做那个。后来把这个院子接入了以后，不能费心了，我们就把榨油机卖了，把大棚卖了，我们就开始专心的经营这个地坑院。既然经营了，我们就开始做一个最好的那个，让我们住着也舒心，让客人也舒心，这就是我们的初衷。所以说，从13年到现在吧，就是经过我婆婆和我们2代人吧，这是院子经过3次修缮，我感觉还是满意的。我们挺喜欢这个小院子的，但是这里面还是有待再提高。就是现在还有一个弊端，就是下地坑院，不像楼房，人家有电梯，颠上那个行李往下来下，还是不是太适合。所以说我们2口也有一个计划，就是在这个核桃树下面这一块，就是包括这个窑洞这一块，到这儿再开一个门，修一个上下2层到3层的，直接带个电梯，下面做个公用餐厅，这就不用在院子里吃饭了，这样拿行李走电梯也就下了。大概我们预算一下得40万，我现在还没钱，以后再说。我估计等我们下次来的时候，可能就能够行李什么的可以从那个电梯下来了。那就得借你吉言了。我们这就是慢慢在这摸索着做，每天接待不同地方的客人来到这里，我们也喜欢和他聊天，所以说一边开心赚钱，一边交朋友，这就是我们现在这个生活。咱自己上面有种菜的，养的鸡，有果树、梨树、桃树，什么树都有，自己种小麦、玉米，到咱家就是吃这种纯正的原生态的绿色东西。生意会越来越好的，谢谢生活也会越来越好的。谢谢谢谢。祝福您的这个地坑院的这个民宿，这个真的是蒸蒸日上，红红火火。那非常感谢，借你吉言了啊！我也就是祝你们不管到什么地方都开心，也是不管走到什么地方都平安顺利。谢谢高大姐。不客气。